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广东温泉宾馆坐落于从化温泉镇。今天带着家里的老人到这边来逛逛。这边呢，原来是一个干部疗养院，现在呢是温泉宾馆但是还是有国家经营的。这个陶兰餐厅呢，据说以前很多领导人在这边下榻时候都会来利用。我们今天呢也到这个里面去吃个饭去。嗨，大家好！现在呢，在广东温泉宾馆的陶兰餐厅吃完了饭，我就提前一点打开我的小车，在岭南第一温泉这么一个号称的酒店里面随意的转转，然后呢，我就打算围着流溪河绿道大概6.几公里，环河流一圈。这边呢有一个画廊按理说呢是走人的地方，但是呢大概有地方这边你看有很多传承文化的印记弘扬国粹风华，像黄宏斌何香凝倪可冉，包括郭沫若，还有文学家杨朔、画家关山月、黎雄台等等这些人呢都在这边曾经下榻过留下过他们的作品。这也是大家每次到温泉宾馆来都会到这边的留点一番的地方。我的右侧这个长廊的外面呢，就是流溪河了，但是呢被这个大树遮住了。以前呢，经常来到从化温泉这边度假所以呢，曾经也在这边拍过不少的视频。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翻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就那些视频呢，就会帮你了解从化的方方面面。在这个长廊骑行就有点像在湖畔漫步的感觉。外面呢就是青山绿水而这个长廊呢透着一卷书卷气文艺范。我们在这边稍稍的凭栏观望一下，看到有人在湖里面涉水。其实今天我从上游下来，感觉这个流溪河的河水还是比较充盈的。好了，这个地方现在被挡住了，不能进了。这个里面就是松园就是以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这边的度假时候经常下榻的别墅。我的左侧呢就是非常漂亮的河畔的长廊，非常优美。
边呢别有天地啊，有很多旧的别墅、公寓，也有新建的，像这种温泉康体中心啊，里边有个巨大的游泳池。右侧呢是一个球场，有网球场，也有篮球场。像这些别墅呢，以前都是有介绍的啊，某某某曾经这边下榻。哦，我现在看到这些牌子好像都已经拆掉了。这边还是庐山恋电影拍摄地啊。过了一座小桥呢，曲径通幽的地方。装潢古朴的别墅，以前留下的大树。站在这边呢，从桥上看到一层层下去的溪水呢。哦，这也是。这个温泉宾馆呢，我来过很多次啊，也介绍过不止1、2回，所以呢，我就从这边骑出去。我的右侧的这个墙上呢，都是一些名人曾经来这边的一些故事啊。现在呢，我已经骑出了广东温泉宾馆，从左侧的碧亮桥这边开始，一路呢就准备骑行一圈流溪河畔的环河的绿道。我记得以前应该是6点几不到7公里的这么一个环河的绿道，今天我就去挑战一番。这边已经开始搞荔枝节了啊！但我不知道这个骑下去能不能骑得通。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流溪河的景色和河畔的这些绿地啊。
今天的天气炎热啊，大概36度左右，太阳晒在身上有点烤人，所以呢，这个河畔啊没有太多的游客，三三两两而已。我呢就在河畔这个步道上啊，肆意的骑行一下。这边它有些遮阴，看这大树啊冲向河面，弯曲的姿态非常可爱。这个大树还专门给它保留着啊，挺不错。这里面呢，想必是一个酒店啊。看到这边呢还有步道，我们继续顺着这个步道骑一段。相对于马路呢，这个步道比较清水，就在河边。稍稍的停一下车啊，可以看到这个四周的风景，右侧的那些山峦啊，左侧呢就是河边了。这边的感觉就很美了啊！顺着这个河边这条步道向前骑行。以前呢，我在加拿大温哥华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温哥华呢，风景优美啊，最美的呢就是从山到海这样的景色。其实广州呢，我觉得有点类似啊，它也是北面有山，就是从化这个地方的这些山啊。然后呢，它一路向南去到南沙，就是珠江的出海口，可以远望香港。同样呢是从山到海的一个城市，所以在这种风景优美的城市，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打卡地方，也可以呢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面去消磨时光，安抚一下你疲惫的心灵。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马路上啊，我也忘了这应该是温泉东路还是西路，总之就是这两条。这边呢有些酒店3年疫情以后呢就一蹶不振，现在呢还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就是歇业。左侧呢是翠藻温泉度假村，这边有无数个度假村啊。
右侧居然叫财富度假酒店啊，这个怎么看也不像跟财富可以任何的关联。我今天呢，就是怕老人家在家寂寞，所以呢，带着他们到从化这边来开车游览一番。那遇到有些景致比较好的地方呢，就停下来让老人家拍几张照。刚刚呢，在广东温泉宾馆吃了饭，那我呢，就趁这个机会，沿着流溪河绿道骑行一圈。我不想让老人家等得太久了，所以我就快快的骑行。经过望湖温泉小镇啊，其实呢，这边也是在做房地产的开发，又有一个碧桂园的项目啊。这个碧桂园呢，最近肯定要摇摇欲坠了，不知道它开发的这些别墅啊，到底如何？现在呢，我左转到人工湖电站，这边呢就是人工湖桥啊。我稍稍把相机架高了一点点，看看呢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啊，这个风景。到了这边呢，应该就算骑完了一半的绿道的路程了。过了这座桥呢，我就会从左侧的一些步道再骑回去。
绿道呢，其实并没有建成多少年啊。你看这个路面啊，已经坑坑洼洼了啊，真是豆腐渣工程。从这个小高坡啊骑下去，可以看到开阔的湖面，还有湖畔的这些不同样式的房子啊，感觉挺美的。其实呢，有一些岔道可以通向湖边去，但是我看都是那种石子路啊，把我的相机给抖下来，所以我还是沿着这条步道啊，应该也是骑行道，继续骑的。路过一段啊，又是你看荒废的别墅，特地围了起来，发展商倒了。一条好好的步道、骑行道啊，没过几年就变成了一条烂路啊！我无法想象在这条路上有多少车可以行驶，而且应该没有汽车吧，最多有就是摩托车、电单车，还有就是行人。怎么搞成这样子呢？那想必就是当年建设的这个质量就有问题。这边呢还有一些荒废的游乐设施，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等啊。远看一下呢还不错，近处一看呢，周围都长了草了。两个大白鹅啊，围成了一个小拱门，还挺美的。这条路呢实在是太颠簸了啊，所以我就把我的相机呢收短一点，这样呢相对来讲不大容易掉下来。
穿过一条林荫小路啊，虽然这个路面呢铺得不大好，咯吱咯吱的响啊，但从这边的话呢，应该可以找到一条回去的路。我记得以前曾经骑过的。到了这个转角，我就升起我的相机，希望它能够看得更远一点啊。你看对面那些新建的温泉酒店，整条流溪河啊，今天没有风啊，所以看上去特别的安静。从这条路啊沿河而下，对面呢就是碧浪桥，就是我今天骑行开始的地方了啊。这里呢，应该是某些酒店的后门了，但是对着这个河啊，还是相当美的地方。看来呢，已经到了30分钟的期限了啊。所以这个相机呢，就自动的变成了一个重新拍摄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刚刚拍摄的那些 GPS 留下的轨迹呢，就有可能就不复存在啊。但也没有办法了，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一段拍完。这边呢有一些台阶啊，我们就推行一段吧。就这边望出去的风景倒不错，你看流溪河整个的河畔的风景啊，一览无遗。这个河应该很浅啊，你看河中央有一块沙地，就像一个小岛一样的。如果水再涨高一点，就可以没过这个小岛，但实际上很浅的。右侧呢就是一个温泉酒店啊，我看有一些露天的这些泡温泉的池子。这边不错，做了一个坡道，就可以用台车直接骑下去。这边呢应该有一个坡道啊，可以不用抬车，直接呢就可以推着车上去。
马路对面呢，就是温泉镇的一个荔枝蜜公园啊，以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看到这边有专门的巴士在温泉镇里面绕行。既然到了这边呢，我就到荔枝蜜公园这个小广场这边来看一看，顺便呢，在公园里面稍稍的骑行一圈，然后呢就去到碧浪桥啊，再回到广东温泉宾馆。这个小公园啊，它是有一些这样的凉亭给大家在这边纳凉。虽然是个小公园，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啊，岭南的建筑风格。这边呢，保留着传话书院，应该是很早的一个建筑物啊，保留了下来。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这一片建在水中的小公园，还挺美的。这就是荔枝蜜公园。正对着呢，就是一个空中温泉这样酒店啊，边上还有一个财富温泉酒店。左前方呢就是碧浪桥了，碧浪桥门口呢有一个麦当劳，这边呢应该也是一些旅游大巴的集散地。左侧还有一个童话温泉泉眼啊，温泉眼这样的一个地方。现在呢，我从碧浪桥上骑过，回到广东温泉宾馆和我的家人会合。开着车呢回家去啊，所以呢，我在碧浪桥上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希望大家呢也喜欢童话这样的自然美景，希望你的生活当中经常有这样的美景相伴。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那我们今天的骑行伴聊呢就结束了，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留下你的感想。我们下一次旅行再见，拜拜。